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9月8日啊，即係今日講呢單新聞咧，覺得好唏噓啊！咁啊，點解咧？有時咧，我喺英國咧放狗啊，咁啊放狗嘅時期咧，就會好容易識到其他人。咁放狗，尤其是你隻狗得意咧，好多人同你主動傾偈嘅，咁啊好容易識到朋友噶。咁啊識到朋友嘅時期咧，佢哋話講起，喂，你隻狗係點樣點樣㗎？咁我哋就講下，佢話講下佢隻狗啊，佢話佢隻狗咧喺中國救助翻嚟喎。我聽過即係超過2-3次係啲咁嘅情況。喺中國救助翻嚟咁奇特，咁咧佢就話咧，原來有啲志願組織啊，就因為中國咧有通街都流浪狗啦，第一，第二咧就有搏狗去偷狗嘅送上狗肉車喎，咁啊第三咧就有啲狗場咧就繁殖咗狗拎上去食嘅，咁所以西方有啲志願組織咧就去中國解救啲狗，而家咧大陸啲網紅咧都有啲專係解救狗嘅網紅嘅，就話喺呢度邊度啊，喺狗肉車上面啦，收養咗翻隻狗翻嚟啊，睇下有冇人有愛心啊，可以捐助啊，還是係收養嘅。咁有時我都睇完咧，好懷疑係咪產業鏈嚟嘅，即係咪專門係做慈善，但係其實係賺錢咧？即係我成日有第一個咁嘅諗法嘛，咁但係當然都唔能夠否定到有好多人有愛心啦。咁幫助殘疾人士嘅又有，幫助流浪動物嘅又有，幫助孤兒啊棄嬰嘅又有。咁喺過去30年咧，改革開放啊嘅後即係80年代後期，咁其實咧就已經至今有超過15萬嘅中國棄嬰係俾西方人收養咗，其中咧有接近10萬係去美國嘅，咁啊其他咧就係以加拿大啦、英國啦、澳洲啦、歐洲啦為主嘅。咁啊，西方人咧就收養咗15萬個中國兒童。咁呢15萬個中國兒童係點樣嚟嘅咧？點解會收養中國兒童咧？咁啊，因為喺80年代以前啊，根本冇可能嘅，因為中國係閉關鎖國噶嘛。咁啊，去到80年代開始咧，就俾一啲海外嘅華人係收養翻呢個中國嘅兒童。咁但係去到80年代後期啊，就俾西方人啦。咁好多咧，西方人啊、白人啊、黑人啊咩人都有啦，就嚟中國收養兒童啊，好多係中產階級富豪，有一啲咧就根本唔係冇仔女嘅，睇好多收養嗰啲照片咧係有仔女嘅，其實自己順便再收養多一個咁或者本身自己好多仔啦，就收養女，因為咧嚟中國收養兒童咧有88%咧，10個啊有9個係女嚟嘅，係棄嬰係女兒嚟嘅，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咧？咁其實咧即係。呢個書我手上呢個書《人類的1/4馬爾薩斯神話與中國的實驗》啊，呢個書咧作者係李宗清，李宗清咧大家知道係邊個啦？佢父親咧就係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李政道教授。咁啊，李宗清係歷史學家嚟，佢寫呢個書咧就係研究中國啊由清朝咧去到近代棄嬰係點樣嘅。咁因為清朝開始咧就有即係好大規模嘅資料留咗喺度，我哋知道棄嬰係點樣。嗰啲棄嬰咧就係因為中國人咧重男輕女，咁啊喺農村咧生咗個女出嚟，覺得係負累喎，因為咧生仔咧就要有勞動力啊嘛，生女咧耕田又幫唔到幾多，咁啊男耕女織織布咧咁啊又唔需要咁多人手嘅喎，因為你要足夠嘅原材料你先織到布啊嘛，係咪？你唔需要咁多個女士咁多個女嬰去幫手織布嘅，咁所以生咗女嬰咧好多時候咧就係拎出去賣啦，賣去嗰啲山區度啦。第一，第二咧就係即係做童養媳，第三咧就係發覺養唔到啦，就抌落井度啦，就係溺死佢，即係溺嬰啊叫做。咁啊去到呢個嘅80年代啦，中國去到80年代，咁啊呢個改革開放嘅時期，哇！突然間咧就提出咗一孩政策，一孩政策就係呢個馬爾薩斯的神話啊嘛，因為馬爾薩斯係英國咧古典嘅經濟學家，佢就提出咗個理論啊，個理論咧就係話人口嘅增長咧。係一定係超越呢個食物嘅增長嘅，因為人口增長可以幾何級嘅，因為可以一個兩公婆生咗10幾個出嚟噶嘛，然後10幾個又每人生10個8個出嚟，咪幾何級咯。印度啊、非洲啊或者以前嘅中國啊都好普遍嘅，戰後嬰兒潮生10個8個，咁啊人口可以幾何級嘅，但係食物唔可以幾何級嘅，因為土地係有限噶嘛。農業技術又有限噶嘛，唔可以突然間突破啊嘛，所以咧馬爾薩斯咧喺幾百年前就提出啦，當人口幾何級嘅增長，食物不能幾何級增長咧，就會出現咗咧人口災難，人口災難就會有戰爭啦，就會有天災啦，係咪啊？就會有呢個嘅瘟疫啦，各方面嘅情況咯。咁所以咧，去到呢個嘅70年代。當時中國就諗，哇，人口已經幾何級增加咯，去到8億7億人口咯，要想辦法抑制佢。所以咧喺改革開放嘅時期就雷厲風行。1981年
就雷厲風行咧推出咗一孩政策。咁一孩政策咧只能夠生一個啦，如果超生就要罰款，或者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喎。強迫帶環喎，強迫人流，即使你8個月懷胎都要人工流產。咁所以中國咧就變成咗一孩政策，就有好多女嬰咧就被拋棄咗。啲女嬰被拋棄咗嘅時期咧，慢慢去到80年代尾，咁就西方人嚟收養啦，收養越多。咁高峰期咧就2004年前後啦，中國加入 WTO， 中美關係咧越嚟越好啊。咁咧就變成咗2萬幾人，一年有2萬幾人咧去到美國被收養喎。而家累計咧有10萬人嘅啦。呢篇文咧幾年前曾經係好火爆嘅，鳳凰網就轉載啦，10萬中國棄嬰在美國啊。好多咧過得唔錯嘅生活啊，有攞咗奧運嘅金牌啦，有入咗耶魯、入咗哈佛啦。當然亦都有一啲生活麻麻地啦，就睇下你個家庭係點啦。好多俾富豪，不過坦白講啦，喺美國收養得中國棄嬰嘅咧，都係中產階級就人均收入咧都要有1萬美元，一個家庭咧2萬美元，即係如果你有4個人咧，就要4萬美元嘅家庭收入，咁所以都係唔錯嘅。好多咧就係長大翻嚟之後，有啲咧就係尋親啦，揾翻咧當年咧拋棄佢哋嘅父母啦。呢啲故事好拍個電影喎，Somewhere Between 就係講咧美國嘅中國孤兒長大咗之後點樣。都好多有感恩之心嘅，因為咧收養得佢哋嗰啲人咧喺美國好多都係叫左派啦，係咪啊？嗰啲左派好講大愛嘅，咁所以叫佢哋唔好怨恨啦。長大咗之後咧，翻去咧都會揾翻中國嘅家庭。咁但係當然啦，翻去揾中國嘅家庭咧，好多咧即係已經拋棄咗嗰啲咧，又要求佢供養翻父母喎，亦都有呢啲例子嘅。呢啲咧以前咧就係即係以萬計嘅，但係近呢10幾年咧就已經跌咗噶啦。近呢10幾年咧，都係以千計啦，2000幾3000人啦，慢慢開始下跌嘅。原因咧就係因為收養中國棄嬰咧個成本係越嚟越高。收養中國棄嬰嘅成本越嚟越高啦。因為有啲當地嘅機構咧又要收費，啲孤兒院又要收費啦。第一來回機票又要錢，孤兒院又要收費。所以咧收養一個中國嘅棄嬰咧都要講緊2-3萬美元。所以越嚟越高嘅情況底下咧，西方人咧有啲就改咗啦，而家去越南度收養棄嬰。越南咧或者係柬埔寨緬甸嗰啲咧，相對嚟講咧成本係低一啲。呢個嘅中國棄嬰，好多咧喺2014年為主，有95% 咧有重大疾病喎。因為近呢10年咧，美國人咧對呢啲嘅睇法越嚟越即係同情啦，就專係收養啲譬如話有殘疾或者係有唐氏綜合症喎。即係呢啲西方人啦，呢個故事就好出名啦。Angela就係收養咗呢個嘅唐氏綜合症佢個媽咪佢嘅養母阿 Rose 咧就收養咗 Angela 係唐氏綜合症嚟嘅，喺孤兒院咧帶佢翻到美國。呢啲故事咧都係好暖心嘅。喺 YouTube 咧就有好多咧尋親嘅故事喺 YouTube 咧就有一個叫新奇物語嘅 channel， 唔係好多人睇嘅，但係咧就全部都係嗰啲中國棄嬰長大咗之後咧就希望尋親，就翻去中國咧即係揾翻父母。見一見或者祭祖嗰啲咁嘅故事。但係去到而家咧，2024年8月嘅時候開始已經傳出，喺9月6號外交部發言人毛寧正式確認咗係廢止咗呢個中國棄嬰俾外國人收養。個原因係乜嘢咧？點解會係咁樣咧？呢個係會令到每年以千計嘅中國棄嬰咧，其實就即係無家可歸。雖然你話而家減少咗咧，每年即係以1-2千人咁上下啦，係西方人收養。但係就會令到佢哋連去西方嘅出路都冇咗。原因係乜嘢咧？我覺得喺19年開始咧，就有好多呢啲中國棄嬰咧，就翻去中國拍片。而家有抖音興，你有抖音咧拍片咧，就講下佢哋喺西方嘅生活有幾好入到耶魯哈佛攞咗奧運金牌呢個第一種啦。第二種咧就係近年咧專門係收啲殘疾嘅唐氏綜合症或者係啲身體有殘障有啲即係可能係行動不便嗰啲，咁咧令到中國人咧即係抖音嗰啲傳播，小紅書傳播，哇！好多人覺得西方原來係咁樣嘅，同佢哋想象中係唔同嘅。呢個係第一種情況啦。第二種情況咧係好實際，係人口問題。點解中國會有特別多棄嬰？呢個特別多咧係有數據支持嘅。你睇下呢個咧World Population Review， 你係睇到咧中國嘅墮胎數據係如何嘅。因為中國有一孩政策，所以咧
呢個合法墮胎係非常之高，未計非法墮胎。咁啊，而家有幾多呢？根據中國官方數字，每一年啊，2022年為例，個對前嘅10年呢，大概平均每一年有900幾萬至到1000萬合法墮胎。咁啊，北京大學嘅學者估算咧，連同非法墮胎咧，就接近每一年有1300萬人。咁啊，嗰個比例係點咧？你撳一撳入去知啊。每1000個女性啊，就大概有21個女性咧係非法墮胎過，1000%21%。咁啊，呢個比起英國啦，英國你話性開放啊，咁啊歐洲都係性開放嘅，1000個咧得18.6啫。喂，比起英國咧，中國嘅墮胎數據都仲係高好多。喂，比起呢個嘅歐洲咧。德國咧係5.4，5.4，德國係仲開放啦，照計係咪啊？咁啊，然後咧荷蘭係再開放啦，1000個只係得7個人墮胎，而中國咧1000個有28個墮胎。喂，加拿大開放啦，1000個得12個墮胎喎，女性咁啊，所以呢個嘅1000個得14.4個喺美國，咁其實中國咧遠高美國1倍比起荷蘭咧。就高4倍，個墮胎數據係咁犀利喎，咁所以咧而家大陸咧有啲人咧流行咧要相親啊嘛，即係相睇啊。咁啊相睇咧就通常咧女嘅就問男咧有幾多車啊，有幾多樓啊，有幾多套房啊，收入幾多。咁而家男咧就調翻轉問，你會唔會去醫院做 GPA 檢查啊？所謂 GPA 檢查咧，即係檢查有冇墮胎啊，檢查下咧有冇啲疾病史啊嗰啲咁嘅情況。咁啊發覺咧原來中國咧墮胎數據係咁高，所以啊中國嘅不孕啊嘅女性，即係咧係唔能夠生育嘅女性咧，個數據咧係比美國高好多，比西方高好多。因為咧啲人係屢次做過墮胎啊嘛。咁啊根據北京大學嘅研究咧，中國比美國不孕嘅即係女性啊不孕嗰個情況咧。係高1/3嘅喎，咁呢個係犀利喎。咁啊，所以從呢啲數據睇到啦，中國因為墮胎係好普遍，而墮胎其中同一孩政策有關啦，咁啊當然同性教育啊各方面都有關啦，咁啊同一孩政策有關，佢就係擔心超生咧就係要罰款啊。咁啊近年咧就係鼓勵咗為生2胎3胎啦，但係仍然墮胎數據係高居不下。呢個係同而家嗰一代人嗰個生活經驗有關，好多都係一孩政策長大。佢哋自己得一個，咁所以咧對佢嚟講咧，生育如果多過1個以上咧，佢哋嗰個家庭壓力就好大，因為佢係得一個嘛，父母都係單獨1胎，咁咧就係要供養4個人喎，2個人供養4個人，就供養外父外母，供養爸爸媽咪，咁啊供養4個人2個家庭，然後自己生1個，咁啊供養5個人啦。如果你叫佢哋2個單獨1胎嗰啲人咧，生2個3個，喂供養7、8個人喎。咁呢個一孩政策嘅禍患呢，其實就係延續咗，到今天仍然導致到每年有過千人係墮胎，過千萬人係墮胎而死亡嘅嬰兒。個原因就係因為長年嘅一孩政策導致。你叫而家啲人係父母都係獨生子女，你叫佢哋供養7、8個人，佢哋點樣供養啊？咁啊加上而家經濟唔好啦，躺平啦，爛尾蛙啦，咁啊各種嘅社會經濟問題，所以導致到墮胎嘅人呢係上升咗，高居不下。唔係因為取消咗放寬咗一孩政策之後而去改善，近年咧每年係以20萬人增加嘅，而由2021年開始每年以20萬人增加，咁啊呢個20萬人咧就係同呢個嘅經濟環境同埋一孩政策咧係有關聯嘅。咁而家明明係越嚟越多人墮胎啦，你又取消咗西方人收養，咁係咪如果西方人收養嘅數據越嚟越多，話你應該咧造就一啲嘅政策出嚟，俾西方人更容易收養，咁啲人又考慮唔墮胎啦，生出嚟可能有人收養呢，可能有咁嘅情況。但係而家唔係，而家取消或者已生出嚟嘅孤兒，佢嘅出路就更加少咗。咁點解會咁樣呢？就係因為咧男女比例失衡啊！而家喺中國咧娶老婆越嚟越困難啦，女性嘅地位提升咗，咁啊彩禮嘅價錢咧越嚟越高。即係而家中國人咧彩禮，尤其是越窮嘅省份，彩禮越嚟越高，導致到好多男性係冇辦法結婚，就即使係傾好咗結婚，最後都悔婚，因為彩禮嘅問題。咁所以就導致到咧社會不穩啊，下一代咧越嚟越難結婚，咁啊社會就會越嚟越不穩咯。如果越難結婚，哇越少人生娃，越少人生娃咧就代表房地產啊就越嚟越前景暗淡，因為你結婚你先至買樓啊嘛。而家結婚就要求人哋買樓，生娃又要即係換屋，又要換大啲屋，所以咧成個係產業鏈嚟嘅。
而家就話取消外國人收養嘅原因咧，其中或多或少係因為人口政策，希望咧啲即係被棄嬰咧嗰啲婦女咧可以係留喺中國啦，成為生產力，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制度自信啊嘛。習近平覺得喂，你外國人而家中國經濟已經超越啦，你外國人仲收養我哋而攞咗好多奧運金牌，成為咗傑出學者，成為人哋嘅國家嘅一啲嘅即係領袖人物，喂，情何以堪啊！佢哋梗係覺得面子啦。但係睇翻頭先個數據咧，近年美國專係收養嘅係殘疾兒童喎，殘疾兒童喺中國咧，其實會成為結婚人口嘅機會率更少啦，係咪啊？佢哋喺中國成為生產力嘅機會亦都唔高啦。咁所以佢哋只會成為社會嘅一種負擔嚟嘅啫。但問題係中國係冇一個足夠嘅福利資源，係令到有殘疾兒童或者殘疾兒童嘅家庭係獲得資助啊嘛。喺英國唔同喎，你係殘疾兒童，你就會攞殘疾兒童嘅資助，係咪？父母亦都可以攞到資助，父母可以唔翻工屋企照顧殘疾兒童，而攞呢個通用福利喎。一家四口攞通用福利喺英國咧都有2000幾磅喎。如果2000幾磅嘅時期，喂，你出去打工都係2000幾磅嘅，所以喺英國或者西方照顧殘疾兒童咧，係相對喺中國咧係容易好多嘅。咁但係中國冇呢個社會福利嘅情況底下，仍然係取消。呢個就係我所講嘅喺專制制度嘅統治者咧，每個統治者都會將自己嘅利益最大化。西方嘅統治者就短期利益就不斷加福利啦，因為佢短期利益加福利啦，然後佢先可以有選票啊嘛，然後就加稅打擊啲中產階級同埋富人。因為窮嘅人越嚟越多，最後中產階級同埋富人就越嚟越少，呢個就係英國工黨執政底下嘅情況。就係啲有錢人中產不斷流走，窮人咧就越嚟越多啦。咁窮人越嚟越多，難民越嚟越多，咁佢以後選舉贏嘅機會咪越嚟越多咯。咁但係國家就越嚟越窮喎，呢個就係西方嘅情況。中國嘅唔係嘅，中國咧就係諗統治者嘅面子、裏子與面子，就考慮呢啲嘢。結果就係取消西方人嚟中國即係收養兒童。喂，如果你話咧涉及人口買賣，你就打擊嗰啲孤兒院，打擊嗰啲拐子佬，打擊嗰啲中介機構，就將收養一個中國兒童2-3萬蚊美元嘅費用降低，變成真係合理啊，淨係機票啦，係咪啊？唔需要咩手續費啦，手續費可能幾百蚊人民幣咪得咯。咁而家變成咗買賣兒童喎，產業鏈嚟喎，而家係。所以近呢10年咧係少咗嘅，少咗美國人、西方人嚟中國收養兒童，改咗去東南亞、柬埔寨嗰啲地方。成本相對低，尤其是去越南，越南係越嚟越多。咁你就打擊嗰啲啦。如果你覺得涉及非法不道德嘅交易，而唔係一刀過撤銷咗呢個政策，取消呢個政策，咁啊導致到更多人咧係越嚟越即係無路可走啦，係咪？咁呢個就係即係專制集團啦。佢哋利益最大化就係考慮面子啦，考慮國家政策嘅長遠啦。其實都唔係好大嘅幫助嘅啫，每年都係幾千人嘅啫。對於買樓買房有幾大幫助呢？呢啲係好輕微嘅幫助，所以我認為更多呢係面子嘅問題嚇。咁所以睇到呢個新聞咧，我覺得好心噏，睇到好多佢哋嘅故事喺西方生活得好好嘅故事，尤其是有唐氏綜合症有殘障嘅俾人收養，呢啲人喺中國咧留喺度咧，真係無路可走嘅。anyway 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like、subscribe、share 啦。收費平台 Patreon 咧就有獨家資料，有文字資料同埋咧，聽日開始咧就會有嗰個課堂《中國近現代史》，咁希望即係大家可以準時上課啦。留意 Patreon 同 YouTube 嘅上課嘅連結。OK，今日講到呢度，拜拜。